长帅不一定能打比方说 F14熊猫，虽然有着可变后掠翼，虽然有着阿汤哥的壮志凌云加持，但帅出天际的 F14熊猫，在整个美国海军服役期间只有5架的击落记录，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了啊！而更加讽刺的是，这架专门为航母而设计的飞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陆时，一共发生了30起的致命坠机事件，6倍于自己的战绩，可以说他呀，真的就只是在忙着耍帅了。阿汤哥当年看上他不是没有理由的，当然拉垮归拉垮，帅也是真帅啊！他尤其值得吹牛的地方，大概要算作是模拟战斗机的绝唱了。何谓模拟战斗机啊？即相对于现代的数字化战斗机而言，它的电传操纵系统、雷达系统、航空电子设备、数据处理和武器制导等技术，要么根本就没有，要么有，也比几年之后诞生的战斗机要弱上许多。比方说著名的 F16这也很好理解嘛，毕竟 F14是在1968年到1970年设计的，正值现代数字电子技术出现之前。虽然随着70年代、80年代及之后的新的数字技术的出现，它们逐渐被应用于 F14上了，但 F14的整体设计呢，仍是属于60年代末期的产物如果你看过《壮志凌云2》，应该会对其中的一个片段印象深刻阿汤哥和他的搭档好不容易在敌方的机库当中找到了一架能够飞的战斗机，那就是 F14了。结果搭档一上飞机就傻眼了，这是啥老古董怎么没有一样看得懂的东西呢？这就是数字飞行员看到模拟飞机时的正常反应吗？还好阿汤哥几十年前是开过 F14的，所以勉强还记得，居然就真把它给飞走了，还顺便为 F14增加了一次击落记录。话说美国自己在2006年就退役了全部的 F14，那这架能够动的 F14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伊朗。实际上看起来非常热门的 F14只出口过一个国家，那就是伊朗了。不过呢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有着比较亲美政府的伊朗，而其实可能那儿才是 F14真正的舞台因为在2伊战争期间，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伊朗的 F14据说是能够达到15到30倍的击落记录，以至于目前F14还在服役的地方只有伊朗。美国帮自己最痛恨的国家造了这么一架强大的战斗机，他心中的苦谁又能理解呢？之前略带调侃，对于 F14熊猫有点不敬抱歉了其实 F14还是真强大的，它最初是美国海军为了取代硬塞给他们的 F111B 而设计的，因为他们认为F111B 实在是太大太重了，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嘛。在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之后呢，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让国会终止了海军版的 F111B 计划。格鲁曼抓住了这次机会在看到海军版的 F111B 计划无法成功之后呢，格鲁曼在1966年便开始自行设计一个名为303的方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考虑海军的需求，一架能够搭载 AIM-54不死鸟导弹，不用与空军分享的，毫不妥协的，在未来10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内具有尖端设计的飞机。为什么搭载不死鸟导弹是重中之重呢？因为这架全新的海军专属的战斗机的主要的目标是苏联的反舰导弹，如果让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携带的反舰导弹突破了美国航母的防御系统的话，他们就能够非常轻松的摧毁这些美国海军最重要的资产了吗？于是一开始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设计的 F4鬼怪2，作为一种主要使用空对空导弹的远程超音速拦截机，它非常成功，成为了美国海军舰队防空的主力。然后就是突然有人意识到，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枚导弹来击落另外一枚导弹呢？那岂不更妙了？休斯公司于是就提出了解决方案，它就是 AIM-54不死鸟导弹。这是一种大型雷达制导的超视距空对空导弹，能够在80公里的距离内击落苏联的反舰导弹。然而这一枚导弹挂不上 F4，只能挂上 F111。既然海军不想要 F111B， 那就用另外一架来挂吧。F14就诞生了。格鲁曼从 F111中借鉴了2座的设计，但将2座从并排改为串联的布局，修改了可变后掠翼，使其能够完全自动化，并借用了双发 TF30发动机以实现高性能。尽管他们后来在 F14A 加 F14B 和 F14D 版本中被通用电气的 F110发动机给取代了。格鲁曼还增加了双垂尾，以增加稳定性，以防单发动机故障，并创建了一个加固的框架来固定可变后掠翼和发动机。F14的最高速度为 2.34 马赫，飞行高度为15000米，航程超过926公里。他们还给 F14配上了最为广泛的武器系统，包括用于近距离空战的 M61旋转加农炮，中距离25公里内使用的响尾蛇和麻雀导弹，以及远距离80公里
的不死鸟导弹，它可以同时瞄准6个目标。AWG9 雷达可以在高达185公里的探测范围内跟踪多达24个目标。在著名的6对6武器测试当中，一架 F14向6个弹头的目标发射了6枚不死鸟导弹，其中5枚导弹命中了目标。这是当时最昂贵的单次导弹技术测试啊，但它证明了格鲁曼和休斯的主张，即单架 F14可以同时对抗并摧毁多达6个目标。尽管 F14比 F11小，但由于需要携带多达6枚不死鸟导弹以及大型的 AWG9 雷达，它仍然是从航母上起飞的最大的美国战斗机。航母弹射器的功率从1969年的95000磅推力增加到了1975年的15万磅推力，便反映出了这架飞机的重量。格鲁曼的设计具有成本效益，也充分考虑到了零件的可靠性和耐用性，因为他们知道 F14将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运行。美国海军对303的设计印象深刻，并在1968年1月要求生产原型机，最初称为 YF-14A。1970年12月21日，首架 F14A 首飞成功，而 F11B 计划在同年被取消。F14在1972年进入服役，经过几年艰难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标准的空对空战斗机，具有强大的电子战和数据链功能。尽管它的电子系统较为先进，但它的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未能够达到预期，使得 F14在航母着陆时易于失速，并导致了多次的事故。后来改进的 F14B 和 F14D 型号虽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2006年 F14 最终还是从美国海军退役了，逐步就被 FA-18EF 超级大黄蜂取代了，一代骄子黯然落幕。不对，谁说飞在伊朗上空的就不是骄子呢？说实话，看到这个又是彩色又是高清的阿波罗月球活动画面，我也不相信它是真的。我们的高清直播才刚刚几年啊，美国人怎么可能在50多年前就已经在月地之间玩的那么溜了呢？啪，这是一个误会，你知道吗？我现在给你看的画面是阿波罗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用16毫米胶片摄像机拍摄的录像带，它根本就不是直播画面，而真正的直播画面是这个样子的，黑白模糊卡顿。这下子你是不是就能接受多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50多年前 NASA 究竟是怎么完成地月之间的视频直播的。请记住这几个关键的技术电视摄像机、统一 S 波段通信系统、地面跟踪站和卫星通信。为了将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的活动实时传回地球， NASA 与西屋电器合作设计了一款特殊的小型黑白摄像机。这台摄像机必须在极端的月球环境之下工作，包括恶劣的辐射和温度条件，并且只能使用7瓦的电源。同时由于月球表面与太空之间的高对比度，就使得捕捉清晰图像变得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屋电器利用了一项原本为国防部开发的机密技术，创建了一种特殊的低光成像管，它能够在低光条件下捕捉移动物体，而不会使得图像模糊。拍摄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如何传输了。为了传输视频信号 ，NASA 开发了一个叫做统一 S 波段的通信系统，它允许通过一个天线发送遥测数据、指令、语音和电视信号。但是由于带宽限制，无法使用标准的525线视频摄像机，因此西屋电器开发了一种慢扫描摄像机，它以325扫描线和每秒10帧的速度传输视频。这样的设置就适应了有限的下行链路带宽。摄像机通过电缆连接到登月舱，允许在着陆点周围移动。视频信号首先会通过登月舱的天线传送到澳大利亚的一个跟踪站，然后在这儿转换为标准广播信号。接着信号通过通信卫星传回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并向全世界广播。在阿波罗11号降落月球时呢，摄像机被放置在登月舱的一侧，朝向梯子。巴兹·阿尔德林在舱内激活了摄像机，从而捕捉到了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那一历史性一刻的画面。但你知道吗？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差一点翻车因为刚开始广播时，画面似乎是倒置的。还好负责处理信号的澳大利亚视频操作员反应够快，他迅速翻转了图像，才挽救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摄像机在整个阿波罗11号的任务当中完美的完成了工作，并留在了月球上面。随后的阿波罗任务使用了更为先进的摄像机，能够夜视和拍摄彩色图像。阿波罗15号、16号、17号的摄像机安装在月球车上，甚至能够远程跟踪宇航员离开月球的过程。好了，关于阿波罗登月，各位还有什么疑问，请留言告诉我吧，咱们慢慢安排。你相信月球是空心的吗？尽管这比相信月球是由奶酪制成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还是荒谬的可笑啊！
那么这样的月球空心说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事实上，结果会惊掉你的下巴。这个理论既不是来源于民间传说，也一点都不古老。它首次出现是在1969年。1969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啊？阿波罗登月啊，对的，月球空心说就是形成在阿波罗12号登月任务期间的。当时 NASA 的研究人员试图更详细的了解月球的组成成分，于是，在阿波罗12号任务期间，宇航员皮特·康拉德和艾伦·比恩在他们的着陆点附近架设了一个被称之为被动地震实验 PSE 的装置，而它只是阿波罗月球表面实验包 ALSEP 一个更大规模月球实验的一部分。等到阿波罗12号的2个宇航员安全地返回到指令舱之后，他们便让登月舱撞向了月球表面。这次撞击的威力相当于引爆了1吨 TNT 炸药，并引发了所谓的月震。这个算得上是第一次的人造月震哦。接着，被动地震仪 PSE 便记录了由此产生的震动，而这种震动比科学家们预测的要来得大得多，而且持续时间也要长得多。总之，它与我们熟悉的地震震动有着很大的不同。通常情况下，在地球上，地震引起的震动只会持续30秒左右，最多不会超过2分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球上存在大量的液态水造成的。正如科学家的解释，水会削弱岩石的强度，扩大不同矿物质的结构。当能量通过这样的可压缩结构传播时，它就会像泡沫海绵一样，可以减弱震动。而相比之下，阿波罗12号引发的月球冲击波在撞击之后花了将近8分钟才达到了峰值，大约1个小时后才完全停止。虽然我们现在对此有一个非常可信而且科学的解释了，月球上的水并不多，而且主要是以冰的形式存在的，它的确是要比地球更干燥、更坚硬，因此月球的成分使得震动能够响起并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错就错在当时 NASA 在谈到这一试验结果时，用语实在是不够严谨啊。在一篇文章当中，他们是这么形容的：月亮像钟声一样响起。完了，这句话点燃了大家的想象力，也给了阴谋论者把柄，于是月球空心说就开始传播了起来。而实际上，月球的声音并不像钟声那样响亮，也不会像钟那样是空心的。在阿波罗13、14、15和16号任务期间继续进行的月震实验之后，相似的结果指向了统一的事实：月球的密度只有地球的60%。阿波罗任务期间放置在月球表面的被动地震仪一直活跃到了1977年，记录了自然和人为的月震。事实上，月震发生的相当频繁，因为月球没有大气，因此小行星等太空碎片撞击月球的频率比撞击地球的频率要高得多。而且目前科学家们已经确定了4种类型的月震：第一，700公里以下的深层月震；第二，陨石引起的月震；第三，热震；和第四，仅发生在20公里至30公里深度的浅层月震。这其中的浅层月震，就比如由 NASA 引发的月震，则是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也是最强的。有些月震甚至达到了里氏5.5级，而且浅层月震确实会在月球上自然而然的发生。对此，科学家甚至暂时完全就找不到任何的原因。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虽然月球显然不是空心的，但我们仍然有很多东西还不知道，这恰恰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返月球了。朱雀2号再次成功发射，这次是遥3，这次我又在现场。在确认了导流槽雅座一般人不给坐之后，我只有乖乖的回到了指控大楼里面。这次的发射还是那么的帅，甚至按很多朋友的说法是帅的掉渣。注意，是字面上的掉渣哦。随着火箭腾空而起，大块大块的白色碎片从舰身上飘了下来，仿佛是撒下的传单。但它们怎么可能是传单呢？它们明明就是泡沫，用来为舰体保温的泡沫。之所以要为火箭保温，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保护火箭里面的各种娇贵的电子元器件，它们对温度较为敏感，一般要控制在10几度到20几度之间，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导致某些部件出现问题。而朱雀2号遥3这次的发射场呢，是位于戈壁的酒泉，即使是在白天晒着太阳的时候，温度也在冰点附近，更别提夜里面了。我们去看火箭的时候都要裹上厚厚的棉衣，那你说火箭它要不要裹呢？当然是要裹的了，尤其是考虑到整流罩里面还有着价值不菲的卫星时。
顺带说一句这次的朱雀2号遥3火箭是一箭3星，里面装着的是2颗天仪的卫星和1颗红擎的卫星。我专门问了一下，这3颗卫星其实还远远没有撑满朱雀2号的有效载荷，本质上这次的任务还是测试，发卫星只是顺个便而已。可见朱雀2号在蓝箭自己的眼里面那是已经相当稳了。当然在这次发射之后，明年的朱雀2号就成为了正式的商业火箭了，可以批量化的接单了。好，那我们再回到泡沫上面它的另外一个作用是给火箭柱箱里面的低温燃料保温，或者说是保冷。朱雀2号是一枚液氧甲烷火箭，其中作为氧化剂的液氧必须要保持在零下183摄氏度才能够保证其稳定性，而液态甲烷的温度也需要维持在零下162摄氏度以下才行。虽然这些燃料只会在发射准备的最后阶段才会加注，并且在加注完之后往往还会采用液氮等冷却剂循环起来保持低温，但是裹棉袄依然是一个经济又实用的方式，当然是要用上的。那你可能会问这些棉袄一发射就会脱落，是裹得不紧还是质量不行呢？其实都不是，它是故意为之的。火箭没飞之前，它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但是火箭一飞，它就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了。缺点就是占了重量，而且两者一比，好像缺点还要更大一些。那干脆就把它设计的当火箭一震动就能够轻松震掉的状态，于是缺点就不用带上天了，算是在我们自己的火箭发射时一种独特的视觉享受吧。当然肯定有人就会说了，你看人家猎鹰9号发射的时候就干干净净，难道他的火箭不保温吗？还是说人家的泡沫更结实呢？这个问题嘛，答案是人家用的材料确实跟咱不一样。猎鹰9号上面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之为 Pyron 的极其耐热的材料作为其表面涂层。之所以用它而不是传统的泡沫，理由很简单因为它要重复使用嘛。你想用泡沫的确是便宜，但是每次回来每次都要重新给粘上去，不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吗？因地制宜就是这个道理了。好在让我们大胆的猜一下，朱雀3号应该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掉渣子了，因为它也是一枚可重复使用的，并且还是不锈钢的火箭。终于好消息等来了，在朱雀2号遥3发射之后，这枚下一代的火箭官宣了。咱们来看看它的技术细节。直径 4.5 米，朋友们 4.5 米总高 76.6 米，一级上面挂着9台发动机，二级上面挂着1台发动机，起飞重量660吨，起飞推力900吨，近地轨道的有效载荷在一次性任务时呢是 21.3 吨，在一级回收时是 18.3 吨，全件皆用不锈钢打造，届时既可以陆上回收也可以海上回收，预计只需要等到2025年，惊不惊喜所以咱们自己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真的是快来了。你看，在朱雀2号的工位旁边呢，已经搭起了一个小型的测试台，在这里即将进行的就是一个垂直起降测试，火箭从这里起飞，降到对面的那个平台上。好了，还用说什么呢？期待蓝箭还有其他中国民营航天公司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吧。宇宙真的是寂静无声的吗？宇宙呢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剧烈的大爆炸恒星里面的核反应，小行星的撞击，超新星的爆发，但是能量再强的爆炸发生的都会悄无声息原因是宇宙是一个高真空环境，几乎没有介质传播声音，于是宇宙里面发生的一切呢，就像是开了一场静音的视觉盛宴。但宇宙真的是如此寂静吗？其实不然除了声波，宇宙当中呢还存在许多其他形式的波，它们的传播并不需要介质，这些波动都是宇宙中隐形的声音，比如一些电磁波、引力波，同样是波声波和电磁波呢还是有区别的，声音属于机械波，它的传播呢是必须要通过介质的，而电磁波的本质是光子。光子本身就是粒子嘛，所以并不需要介质来传播。我们虽然无法用收音设备捕捉这些电磁波，但是科学家会通过一些特殊的设备收集波动，再将这些波动转化为常规的音轨。通过这样的技术手段，我们就能够听到宇宙里面的声音了。就比如2015年，美国 LIGO 引力波探测器首次就探测到了由2个黑洞合并而产生的引力波信号。这是一种非常微弱的信号能够感知引力波的仪器是需要具备极致的灵敏度的。更有趣的是黑洞其实是一个闲不住的歌唱家，他擅长的曲风
风是超低音啊！为什么这么说呢？2003年 ，NASA 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就记录下来了宇宙中最深沉的音乐音符，它来自2.5亿光年外的英仙座，那里的一个黑洞正在释放能量强大的波纹。科学家将这些振动通过钢琴表达出来，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黑洞呢正在以降 B 调唱歌呢。人类不借助仪器是不可能听到黑洞的歌声的。B 调的频率非常的低，它比中音 C 低57个8度，是人类已知听觉极限的100亿倍。黑洞的声音犹如其名，听起来也是那么的神秘和遥不可及啊，仿佛一脚踏入时空隧道，坠入了无底的深渊。身边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扭曲了。NASA 的帕克太阳探测器也曾记录下太阳的歌声。太阳风中带电粒子发出来的压力波引起的声波呢，听起来与黑洞的曲风就完全不同了。太阳喜欢玩重金属摇滚乐啊，它表面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嘈杂的金属音呼啸而过。其实太阳系里面所有的行星呢都能够发出声音。金星大气层中存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它听起来像是抖空竹的声音。清脆空灵，有频率的嗡嗡作响。木星作为太阳系里面最大的行星，也拥有最快的自转速度。木星表面常年刮飓风啊，它所发出来的声音呢是超强台风的呼呼声。冥王星的声音就比较特别了啊，作为被太阳系除名的行星，它发出来的声音像是一种急促的号角声，仿佛在提醒太阳系里面的哥哥姐姐们，千万别忘了，在遥远的太阳系边界，还有一个爱比心的可爱的小弟弟啊。太阳系之外，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更是层出不穷，有规律的嘟嘟声，有电台搜索频道的嘈杂声，还有毫无节奏的机械声。幸亏宇宙是真空的啊！如果宇宙能够传播声音的话，那可真是够吵的哦。近期世界各国地震频发，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一时间，各品牌手机如何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也在网上传开。开启这项手机功能就能够躲避地震灾害了吗？地震是可以提前预警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不妨先来了解几次著名的地震预测事件了。我们生活的地表岩石圈看似坚固，但并不是一个整体，是由15个主要的板块构成的。这些板块呢，漂浮在地幔物质之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块边界或者板块内部的岩石层破裂或者形成断层，地震就这样发生了。地球每年都会发生500多万次的地震啊！地球每天呢都会经历上万次的地震，也就是说人类其实生活在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地震的星球上，只不过大多数的震级呢都是很小的，人们并不会感觉得到。世界上运转着数以千计的各种的地震仪，它们日夜监测着地震的动向，记录着全球的地震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地震的国家了。东汉时代的科学家张衡在公元132年就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地动仪。经过公元134年的甘肃西南部的地震试验完全证实了它检测地震的准确性。这比欧洲创造的类似的地震仪呢早了1700多年。在对地震漫长的研究历程中很多研究者都曾经做出过地震的预测，但是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了。十分著名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些日本地震学家推断，在日本南海海槽的东北部骏河海槽将会在1978年左右发生一次8级地震，这就是日本地震学家十分笃定的东海大地震。但是45年过去了，东海大地震至今没有发生。受此影响，国际著名的地震学家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原所长茂木清夫于1997年在批评声中辞去判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也有预测成功的例子啊。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了2次7.8级的强震。地震发生的3天前，荷兰研究者弗兰克·霍格贝茨发推文称，该区域迟早会发生7.5级的地震。他的预测就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围观个人媒体账号更是一天涨粉90万。霍格贝茨真的是具有地震预测的能力吗？实际上他之前做过很多的地震预测，但都是预测失败了。这次预测成功，更靠谱的说法应该是纯属巧合。一次严谨的地震预测呢，必须指出时间、地点、震级这3个要素缺一不可而霍格贝茨的预测并不准确，他说的是该区域迟早会发生7.5级的地震，这个迟早的时间范围就太过模糊了嘛。他指出的该区域呢，也囊括了4个国家，可见这种预测是毫无意义的
这并不是一次地震预警，只是一次成功的地震押宝。我国倒是曾经有过一例十分著名的地震预警了，发生在1975年的海城大地震之前。1975年的2月4日，我国成功预测出了海城地震，避免了10万人可能遭受的灾难。这次地震预警引起了国际的强烈关注。其实这次精准的地震预测呢，历时长达9年。1966年的3月，邢台发生了一场6.8级的大地震，地震中呢有8000余人丧生，受伤高达38000人。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央高度重视，周总理亲自前往灾区慰问。灾后，关于地震预报方面的研究就开展了起来。1967年，渤海湾又发生了一起7.4级的强震，辽宁各大地震预测点呢都严格监控各项数据，大自然也释放出了一系列的地震信号。震后几年，辽宁一带地下水异常外泄事件发生了600多起，蛇在冬天离开冬眠的洞穴，冻死在了大街上，老鼠成群的呆立原地，家禽家畜忽然绝食，一系列反常现象仿佛都在预示一场灾难的来临！1975年2月一开始，密集的小震级地震就频繁地出现了，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累计达到了500多次。2月4日中午，辽宁地震部门认定一场可怕的大地震已经迫在眉睫了，政府就进入了临阵状态，开始安排大规模的居民撤离。晚上7点36分，一场7.3级大地震终于降临在了辽东半岛，震区面积760平方公里，拥有90万人口的海域，9层建筑被夷为平地，罹难人数达到了1300多人。但是由于准确的地震预测，大多数居民还是迅速撤离了人口密集的居住地。如果没有提前预警伤亡人数可能会高达10几万。在这次事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准确的地震预测需要经过漫长的勘测，并结合诸多因素才能够得以实现的。通常来说地震预测按照时间尺度可以划分为4种情况：对未来10年内发生地震可能的长期预报，对未来1到2年内发生地震可能的中期预报，对3个月内发生地震可能的短期预报，以及对10天内发生地震的临震预报。目前，科研人员基本可以实现地震的长期预测。但给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的短期预测还难以实现，目前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但是对地震的长期预测、中期预测也十分重要。例如这场海城大地震，如果没有地质人员近10年的数据监测，真正的灾难来临前呢，谁都无法传达出抢救生命财产的重要信号在古老的地球面前，人类对地震的预测之路还会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共同努力以及期待啦。今天让我们继续用知识冲刷大脑，一起学习海上钻井平台是如何工作的。各位可得站好扶稳因为晃动是在所难免的。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不同的海上钻井平台的类型，大体上呢有以下这3种：固定平台、顺应塔平台和浮动平台。固定平台适用于深度在500米以内的水域，它通过巨大的钢铁或者是混凝土桩牢牢地固定在海底。这些桩基不仅提供了平台所需要的稳定性，还能够承受恶劣的海洋环境。跟摩天大楼的地基一样，作为固定平台的桩基，它的作用至关重要。顺应塔则应用在当水深在450米到1500米之间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想要从海面直接打一根超长的桩子下去已经不太现实了。这种平台比固定平台要高得多也必须能够在更深的水域当中稳定工作。通过使用柔性元件，例如柔性腿或者轴向管，它可以减少共振并减弱波浪的影响。于是在面对波浪和风力时，顺应塔依然能够保持稳定。但一旦到达了更深的水域，比如深度达到了3000米以上之后呢，顺应塔就不具备经济性了，我们就需要使用浮力钻井平台。浮力平台包括半潜式平台和钻井船。浮动平台依靠大型的浮筒提供浮力，能够在海上漂浮，并通过锚或者是动态定位系统保持在指定的位置。浮筒内部可以注水以调整平台的浮力，以确保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依然稳定。一些钻井平台还在浮筒的下方配备了螺旋桨，便于调整位置。一旦到位浮筒结构就会慢慢的注水，使其保持在海平面以下。工作甲板则漂浮在水面以上。由于其大部分质量都是在水面以下的，所以即使海面波涛汹涌，平台也会十分稳定。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海上钻井平台的核心部分——钻井过程石油位于海床下许多的岩层之下，所以想要把它提取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我们就需要使用一套所谓的提升系统。提升系统用于将钻柱下降到海床上，以确保钻头精确地到达预定位置。钻头被放置在一个大管子当中，它被称为套管。套管的顶端部分称为井口。当接触到海底时，
钻头开始往下钻进。与此同时钻井液也称钻井泥浆会被泵入其中，它会起到3大功能：冷却和润滑钻头，推动挖出来的泥土和岩石离开套管，防止井壁塌陷。它还可以平衡地层压力，防止井喷。钻井液通过泥浆泵从平台泵入钻柱的内部，通过钻头喷嘴喷出，携带着岩屑沿钻柱与井壁之间的环形空间返回平台。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岩屑通过振动筛等设备被分离了出来。净化之后的钻井液会再次循环使用。当套管深入到足够深的地方时呢，它就会保持在原位了。钻头将继续向下钻进，接着钻头会被拉出孔洞，然后安装较小的套管。为了将套管固定起来，水泥会被泵入其中，随后是泥浆，它们之间呢是一个用于分离彼此的塞子，塞子会推动它下面的水泥，使其进入到套管与井壁之间的环形空间。在凝固之后，水泥会形成套管柱，将套管固定在井壁上。这一过程称之为固井，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井壁塌陷和井液渗漏。当孔越钻越深时，这个过程会不断的重复，套管会越变越小，直到抵达含有石油的岩层。如果从剖面图来看的话，这个海底钻井应该长得是很像拉出来的收音机的天线。当钻到接近石油层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就必须要被安装到井口顶部了，它叫做防喷器 BOP。这个设备的目的是防止高压油从平台喷出，造成意外。海底石油的压力可能会极高一旦喷出就被称之为井涌，而井涌可能导致一种潜在的灾难性事件，成为井喷。防喷器有2个环形密封件和多个管柱剪切装置。环形密封件设计成甜甜圈的形状，当它收紧时可以密封井口，以防止石油上涌。管柱剪切装置配有钢刀片，如果高压油进入到钻柱，这个装置会关闭，钢刀片可以切断钻柱，然后永久封闭井口，当然也就有效避免了事故的发生。当石油成功的从海床底下提取出来时，它将被泵入管道，并输送到陆地上的设施。在某些地方海底输油管道可谓是错综复杂，比如墨西哥湾。你看这张图有没有一点神经网络的感觉？当然因为它们是连接着地球的神经了。除了核心的提升系统，海上钻井平台上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关键设施。这里是起重机，它用于在船只和钻井平台之间运输物资。生活区是工作人员的住宿、用餐和休息场所。直升机、停机坪则用于快速的接送工作人员，紧急救生艇则是为了在危险情况下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这里还有很多个液体储存罐，它们用于储存水或者是燃料，例如柴油，发电用的柴油。这里还有一个火炬塔，它通常用于燃烧易燃气体，因为提取的海底石油可能会含有可燃气体，这些气体必须从石油当中分离出来并燃烧掉，以避免任何可能的爆炸。好了，你学会了多少呢？下一期又想学点什么？赶紧留言来告诉我吧。今天我要带你们感受一把大脑被知识冲刷的爽感，一起来学习小麦收割机的工作原理。小麦收割机也被称为联合收割机，是现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工具。它集切割、脱粒、清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极大的提高了收割的效率。然而它的工作原理也非常复杂所以请办好小板凳，认真听课要是手里面能够拿个面包边啃边听就更有感觉了。下面我们就来开始先从割台开始讲起。它位于收割机的前部，作用有点像是厨房里面的剪刀。它通常由一系列交错排列的齿形刀片组成，这些刀片在高速旋转的刀轴驱动之下进行快速的往复运动，能够有效的割断小麦秆而不损伤麦粒。这些被切割的麦秆通过一个输送螺旋被送入到机器内部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同时割台还配有自动的调节系统，能够根据地形的起伏自动适应高度，确保割刀始终保持在最佳的收割位置。接下来就来到了喂入系统喂入系统的核心是一组强力的输送链条，它们负责将割下来的麦秆平稳地送入脱粒系统。这里面配备的传感器会实时监测麦秆的流量和密度，通过调节输送速度来匹配脱粒系统的处理能力，从而避免堵塞和效率下降，以适应不同的收割条件。脱粒系统有点类似于料理机里面的搅拌功能，在脱粒滚筒内部装有多个打击棒，当麦秆通过时，高速旋转的打击棒对麦穗进行冲击，使麦粒与麦穗分离，而这些脱离下来的麦粒通过凹板塞掉落到下面的分离系统。
脱力系统的设计考虑到了不同作物的特性，可以调节滚筒的速度和间隙，以适应不同品种的小麦和收割条件。当麦粒来到分离系统之后呢，它会通过转子和筛网进一步将麦粒和麦秆分离。筛网会根据粒径大小分离麦粒和较大的杂质，而风扇则会利用气流将轻质的引壳吹走。转子的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进一步分离麦粒和杂质。现在较为纯净的麦粒就来到了清选系统了。在清选系统当中，风扇和振动筛起到了重要作用。风扇通过气流将轻质杂质给吹走，而振动筛则进一步筛选麦粒，确保只有干净的麦粒能够进入到储粮箱。这个过程类似于在厨房当中使用筛子来筛面粉，将杂质去除。清选系统的设计允许调节风扇的速度和筛网的倾斜角度，以适应不同的收割条件和作物类型。清选之后的麦粒被送入到储粮箱当中，这就相当于将处理好的食材呢放入到我们的储物柜当中去储存了。不同系列收割机的储粮箱设计有所不同啊，有的是用于不停收割，能够在100秒内清空13吨的谷物，极大的提高了收割的效率。储粮箱还配备有重量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谷物的重量，帮助农民了解收割的进度。在收割过程当中，难免还会有一些没有完全分离的谷物，尾穗处理系统会对这些谷物进行再处理，通常包括再次脱粒和清选的过程，确保每一粒谷物都被有效收集。当储粮箱满了，就需要将谷物卸载到拖车上。卸粮系统就像是一个大漏斗，通过螺旋输送器将谷物快速卸载，同时通过调节方向，确保谷物能够准确倒入拖车。卸粮系统的设计允许在不停止收割期的情况下进行卸粮，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为了确保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够高效工作，小麦收割机配备了联合收割机顾问自动化技术，摄像头和传感器时刻监控谷物质量、机器负载等情况，就像智能助手一样，确保整个收割过程顺利进行。自动化技术还包括了GPS 导航和自动驾驶功能，能够确保收割机沿着最佳路径行驶，减少重复作业和遗漏。最后剩下的麦秆需要处理吗？切碎和抛洒系统将麦秆切碎，并均匀地抛洒在田间，就像厨房里面的垃圾处理器一样。它的设计允许调节切碎的长度和抛洒的范围，以适应不同的土壤管理需求。均匀分布在田间的麦秆碎还有助于土壤的保水和增肥。好了，怎么样？冲洗过后，你的大脑记住了哪个点呢？给你们看一下飞机，奇怪不？尤其是这台引擎非常特别啊，咱们让它转起来。它叫做无涵道风扇引擎，咱们今天简单聊聊它的故事。它既然叫做无涵道风扇引擎，那是不是也有涵道风扇引擎呢？当然了，这两个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挂在客机机翼下方的引擎也是，只不过我们一般会叫它们涡轮风扇发动机。这里面的涵道指的是在涡轮发动机核心周围由发动机短舱包围起来的，帮助引导由前方大风扇吹出来的空气流过发动机的通道。我在很多个视频里面都讲过其实涡扇发动机处理最多的部分并不是从核心喷出来的热气，而恰恰就是从涵道里面吹出来的来自前方大风扇产生的旁路空气。核心燃烧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驱动大风扇而已，它是件嫁衣而不是新娘。所以你看现在的涡扇发动机是不是把前面的风扇越造越大，把涵道越造越大呢？因为它高效高效就意味着省油，省油就意味着可以赚更多的钱。好，既然我们知道涵道越大越省油，那干嘛不干脆来一个无限大的涵道呢？要我说嘛，还是咱们的观众最智慧嘛。就是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不就等于是一个拥有无限大涵道的涡轮风扇发动机了吗？所以它的效率是真的高但是它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飞不快。因为当装着涡桨发动机的飞机想要飞得更快时，它就必须要把螺旋桨转得更快才行，而螺旋桨转得更快，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更快，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哪怕有颗澎湃的心，哪怕核心燃烧的再剧烈，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慢悠悠地往前晃了。你说这让不让人着急用螺旋桨效率高省钱，但速度慢没市场，这可怎么办呢？矛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发展到了极致，石油危机导致燃油价格飙升，航空业急迫的需要更加高效的发动机技术来降低运营成本，人们必须要在传统涡扇发动机的高推力和传统涡桨发动机的高效率之间找到一个更优解
解，它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飓风侠暴力风扇，它是你相机吹成、设备清灰、烧烤助燃、气垫充气等等用途的更优解。定制的无刷电机，3档可调，每分钟13万转，能吹出16G的风力。赶紧点开下方链接了解详情。回到影片啊，首先抓住机会的是螺旋桨制造商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他们提出了一种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简单来说啊，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目标是使安装着它的螺旋桨飞机能够与喷气式飞机来对抗，以更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而后演变成了2台实际的发动机，一台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通用电气 G136，另外一台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埃里森联合研制的578DX。它们其实长得很像啊，都是把2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装在了发动机短舱的后部，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而不是机翼下方，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留出空间，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排除在机舱之外。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578DX 的方案比较传统，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而 G136 则大胆得多啊！他们认为用齿轮来连接，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还不如将2排螺旋桨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来的简单高效呢。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在通用电气的方案里面，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的外壳外面，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这个你可不要小瞧啊，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通常啊，涡轮叶片会分成很多级，每一个旋转极后面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极，它叫做定子，目的就是阻止气流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而产生旋转的流动，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级叶片时拥有正确的角度，以便更好的传递出力量。不过这样的设计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而通用电气的天才设计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也就是说，每一级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其上游和下游叶片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1倍，因此效率变得更高，发动机还能做得更小，2排对转的螺旋桨叶片也能够直接挂在涡轮叶片上面了。波音公司认为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所以他当即就决定采用，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挂在727上面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给换掉，变成7J7，然后抢下空客 A320的市场。这架飞机啊，就是只换了1台G136的验证机，最终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因为尽管无涵道风扇引擎在燃油效率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但它们面临的技术挑战和市场挑战可能会更大。比方说噪音问题，开放式的风扇设计导致螺旋桨叶片暴露在外，产生的噪音呢比传统涡扇发动机来得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无涵道风扇引擎在商业航空中的应用，尤其是在噪音限制严格的机场。第二，技术复杂性，为了优化性能，无涵道风扇引擎通常会采用变矩螺旋桨，这意味着螺旋桨叶片的角度可以根据飞行条件进行调整。但是啊，变矩螺旋桨以及反向旋转的螺旋桨的设计呢，增加了引擎的技术复杂性和维护的难度。再来是第3个，市场的接受度。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商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呢，通常是较为保守的，特别是在设计安全和维护的新领域时。无涵道风扇引擎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证明其可靠性和经济性才行啊。可惜时间并没有留给无涵道风扇引擎太多机会。石油危机过去，油价迅速回落，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哟，要是我把全部的发动机全给换掉，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啊？这事儿还是缓缓吧，这一缓就缓到现在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呢。可变后掠翼飞机曾经红极一时啊，从帅出天际的 F14熊猫到 F111土豚。其实应该把它俩调个啊，因为 F111才是历史上首次全面生产的可变后掠翼飞机。接着还有苏联的米格23、苏24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联合开发的龙卷风，后者甚至在海湾战争中都有过出色的表现。当然，可变后掠翼机型中也有不少的大家伙。美国的 B-1B 枪骑兵和俄罗斯的图160战略轰炸机，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服役。可是吧，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独特的机型却开始逐渐停止研发了。随着退役的退役，报废的报废，可变后掠翼飞机几乎就全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为什么？
要理解这个问题啊，我们得从源头讲起，可变后掠翼技术的起源。理解可变后掠翼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1935年，当时德国的科学家阿道夫·布斯曼研究跨音速和超音速气流对机翼的影响。他发现后掠翼可以延迟波阻及心波阻力的出现，从而减少飞行中的空气阻力。这一发现虽然在当时被视为仅仅是学术上的好奇，但后来却成为超音速飞行发展的基础。那时几乎所有飞机的机翼都是直翼，即与机身垂直，其主要目的是提供升力和稳定性。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啊，它们的飞行速度都很慢啊，超音速性能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是在1930年中期，随着喷气式发动机的出现啊，这一目标变得更加接近现实了。尽管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现有的直翼技术它并不适合跨音速和超音速飞行，但布斯曼发现，如果机翼向后掠，就能够延迟波阻的出现。这是一种随着机翼以音速飞行时急速增加的空气动力学阻力，将会导致音障的产生。这一点后来通过早期实验得到了证实。当时的飞机由于心波阻力在机翼机身和控制面上产生的剧烈震动而失控了。二战期间啊，德国进行了大量风洞测试，研究机翼在超音速速度下的表现，并将这些成果应用于实验性飞机，如 M1P101和 M1-163彗星。战后，美国空军发起了 LOST 行动 ，LOST 即德国空军秘密技术的意思，开始捕获并评估德国的航空技术，其中包括布斯曼的研究。布斯曼的研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就影响了波音 B-47同温层堡垒的设计。1947年，阿道夫·布斯曼移居美国，开始在 NACA 即 NASA 的前身工作，与罗伯特 T 琼斯一起开发后掠翼、斜翼和三角翼。同时啊，美国空军在巴伐利亚发现了一架尚未完工的喷气动力 M1P101，这架飞机采用了可变后掠翼设计。美国空军详细研究之后呢，制造并飞行了自己的版本，成为1951年贝尔 X5 的基础。X5 是第一架能够在飞行当中改变机后掠角度的飞机，尽管设计有效，但气动布局上面的缺陷限制了其发展。正如 3D 打印机一样，如果不能稳定工作，再好的性能也是花架子。拓足 A1， 好用易用，打印质量高，小白也能够畅快玩。618活动超优惠，赶紧点开链接看一看吧。可变后掠翼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广泛应用。美国的 F-111战斗轰炸机是世界上第一架投入生产的可变后掠翼飞机。这架飞机试图满足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需求，尽管过程曲折，但最终还是成为了经典机型。苏联也开始迅速发展起了自己的可变后掠翼飞机，如苏17、米格23、图22M 和苏24。美国在 F-111之后推出了著名的 F-14熊猫战斗机和 B-1B 枪骑兵轰炸机，苏联则在1981年制造了图160轰炸机，这是使用可变后掠翼技术的最后一款飞机。然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航空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新型飞机，比如通用动力公司的 F-16，在空气动力学上基本上它就是不稳定的。如果没有计算机辅助飞行，它1秒钟都没法待在天上。但是这种天生的不稳定却给它带来了更加敏捷的机动性，同时在计算机飞控的加持之下，也削弱了可变后掠翼设计的优势。新材料、计算机辅助设计和飞行控制系统的发展，使得新型机翼设计能够实现可变后掠翼的大部分功能，而没有其缺点。可变后掠翼飞机因其设计复杂、维护成本高和空间利用率低的问题，逐渐就被淘汰掉了。更重要的是，隐形技术的需求排除了可变后掠翼设计啊。隐形飞机如 F-117和 B-2幽灵轰炸机依赖其复杂的机身和翼型设计来减少雷达反射。而可变后掠翼由于机翼轮廓的不断变化，是无法达到真正的隐形效果的。尽管 B1 枪骑兵在考虑其体型的情况下做得相当不错了啊，雷达截面积仅为10平方米，但与其继任者 B2 的0.1平方米相比起来，相形见绌啊。后者的雷达截面仅仅与大黄蜂是差不多的。最后，咱们的答案便呼之欲出了。为什么不再制造可变后掠翼的飞机了呢？因为我们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完成相同的任务，而不需要复杂的机械结构，同时牺牲掉隐身性能。虽然客机从未使用可变后掠翼设计，但是美国在超音速客机竞争的最初阶段，为了与协和式客机竞争，波音1960年的 SST 原型机确实采用了可变后掠翼设计啊。
然而钛合金机制过于庞大和沉重，达到了2100公斤，这降低了航程和客舱的空间，使其作为商用飞机不再具有任何的经济性。波音因此就改回了三角翼设计，就像协和式飞机一样，但这几乎就是波音陷入了财政危机，最终被取消掉了，留下了亚音速的波音747来重建公司的命运。虽然可变后掠翼在80年代停止制造，但今天仍然有许多在役的飞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 B-1B 枪骑兵和图160了。另外今天的故事还有可能会发生反转哦。2022年，图160的现代化升级版本图160M 成功起飞并重启生产，计划在2022年交付2架，并有10架还在订货当中。只能说可变后掠翼还有看头哦。